下完注之后，对方很快就跟注，然后 river 来一张 J， 那 J 这张牌呢，输的牌不多，只有很衰的情况输什么？输 JJ。那跟少概率遇到 Q10，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情况 flop 对方有买顺的牌，不能修到的 Queen High、J High， 大概率都会持续下注，在 flop 的时候下注，然后 turn 可能再下注，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这个 J 影响的几率不太大。那我们相对这个 J 还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些 SJ 的手牌会勾到 J 队。好，那我们在这桌情况感觉的玩的频率也蛮高，该玩的牌就会去玩。所以呢，这 river 到底要下注多少呢？要打很小还是很大？我们来看下去。好，我现在在越南岘港机场，今天要去打 APT， 大概10天左右的赛程，会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次第一次来这边体验岘港它的这种有 villa， 然后又有比赛，然后又像度假，又可以很享受打牌。那这次 APT 办的比赛场地啊，离机场只有10分钟左右，超级喜欢的，因为方便又舒服又好玩。好，这是今天的 main event 第3次休息，现在总共剩下148个人，然后675人报这场比赛啊。那我们的 Day 1很逊，因为我们打不进去，所以我现在 Day 2最后接买来买入。很顺利，我们4万的筹码真的还蛮顺的。现在的 AVG 的筹码是18万，我们大概将近有40万左右。我们等一下要打直播桌，我们上直播桌之前刚刚打一个大趴，所以将近来到快40万。然后前圈是95人，所以今天基本上一定会打到前圈，因为 APT 现在结构啊设计的很好，就是2天赛它就会进入到前圈，不会说打到 Day 3才有钱。所以今天至少打到前圈，会再打10个级别。所以今天总共呢，我们已经打4个级别，所以会剩下6个级别要打1个小时的盲注升盲。那我跟微微都还活着，微微也还在，我们都还在。然后现在中场休息，等下继续奋斗，等下有直播桌。好，我们这场比赛是在岘港比赛，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风景真的非常舒服啊，跟度假村一模一样啊。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主办单位的宣传人之一雷超，他带着一个日本辣妹在海滩 Hello 跟大家这边招手，哇，真的是你看多么阳光、多么舒服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呢是比赛资讯，你看到是675人报名，总奖金是这么多的越南盾，那第1名呢大概就是16万美金，那这个越南盾数字超级长的，你自己去换算一下啦。好，我们在这个阶段是被调上到这个转播的直播桌，在 Day 2的时候，大概剩下几个级别的时候被调上来。那它的调桌模式是轮流调，就是台下桌子啊，基本上它2个级别，一个级别1小时就会换每一桌上来，在这个直播桌去做一个转播。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筹码量，在这个决赛桌大概是落在多少。好，我们看到我们上的直播桌，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整个桌子的平均码量。有效筹码大约是多少？那我们可以看我们非常的健康，我们有97个大盲，那其他人都是比我们短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桌子其实是非常舒服啊。好，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手牌就是遇到了第一家开注，它是这一队。那这个时候呢，我在小盲拿到 AJ 梅花，那我这边选择的是一个平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我选择平根呢？这个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做3B 挤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这个桌子它是第一家的玩家开注，他的手牌范围会非常的不错。那再来我们双方有效筹码都很深，它是有66个大盲。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比较喜欢在没有位置的情况，又遇到比较强的范围，我们把这种牌放在 call 的 range 里面。那放来后呢，你可以去把你强牌去小心的处理。再来是对方也不见得知道你牌很大，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控制一个底池，去打一个翻牌后，在一个没有位置的时候，那我们跟住之后呢，这么巧就碰到大盲是 S King， 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省掉这个钱的，因为我们小心出一个手牌，然后刚好这么巧大盲是 AK， 那这把牌基本上大盲没有意外一定是做4B， 那我们就看下去。好，那这个地方就很标准，大盲就做了一个3B。那第一家的 JJ 呢，基本上他可以选择平根，他也可以选择4B， 都可以去这样的一个处理，就看他怎么决定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他选择扣，但是这边呢，我们 AJ 直接盖掉的原因是因为
大盲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queeze， 就是它尺寸非常非常大。那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没有位置遇到这么2个强的范围的人去打一个翻牌后，所以我们就选择盖掉。那这手牌我们就快速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如何好，虽然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看看这2个人这么精彩的手牌，到底谁最后赢下来呢？那这个地方呢，我记得就是 Ace King 的玩家，他在这边做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小下注，所以他 flop 下注一个小尺寸。那这玩家当然不可能这么轻易的盖牌，因为他可能觉得第一个他有后门顺后门花，在对方大盲有没有可能操作呢？可能真的有一点点可能，但不过这大盲玩家，我跟他打过非常非常多次，他基本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都不会操作，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诚实，所以我会倾向相信他啦。对，但当然这 JJ 是不容易改，因为毕竟你有 imposition， 你还是可以扣一发。那当然你可以看最后状况来决定要怎么玩。所以这个 UTG 玩家选择跟注。好，我们来看这个 turn 来一张7，基本上是无关任何紧要的，因为这2个玩家就在打手中的范围，就是我们都跟你讲说我是超对，或我是 S King， 你信不信？不像这大玩家就是想了一下一些内心戏，很像就是在演说哦，这个 A 我有点害怕，我有可能是 KK， 我有可能是圈圈，所以他想非常非常久之后呢，他过牌。那过完牌之后呢，这个 JJ 玩家，我印象中他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哇，他选的 all in 就被 snap call，OK， 所以看有没有发出奇迹。好，没有奇迹，所以这手牌我们一开始有关系，但是我们盖掉了，然后再把做 AK 轻松的做一个翻倍。那如果一开始我们 AJ 做了3倍，这个 action 可能就不一样。如果 AK 做了4倍，JJ 他就有可能翻牌前盖牌。那当然是我们要小心处理这个手牌状况，刚刚有做一些分析。好，那我们就回来继续看下去。大家好，我是扑克夫妻的 Neven， 在这边呢，我会分享很多即时的手牌跟特别的手牌，用短片的1分钟的方式跟大家呈现，非常非常精彩，不要错过。这是一场2100美的手链赛 KO 赛，嘉义有拿到这一队有开注，然后盖到大盲，还有他跟注之后 ，Flop 开了一个10 High Ball 的一个花座，这个 Ball 面呢有非常多的买顺跟买花，所以呢我们赛时不用打小，我打大。打大之后，对方跟住，turn 来了叠牌5，这牌很好，因为少了对方会少了一些兔胚，赢我们的2对 J。那这个地方呢，关键在于是还有很多买牌，而且是后门花的双花座出现，所以转牌我一样下出一个大尺寸。好，那对方这边想了一下，他跟住了。River 掉了一张7，那我们讲过了，我们的 JJ 这个地方呢，其实挡了他蛮多的顺子的牌，例如说 J9 这些组合，所以他的牌相对赢我们牌变少。但重点是什么？这是双花座，我们有可能很多的牌是买顺、买花在路上，所以在这个 River 最后我做一个2倍的 Alpha Power 券的 All In， 希望对方可以支付我们的人头。对方想超级久，用了很多时间之后。然后最后他跟住了，他拿一个8一对抓我们偷鸡，所以我们收下了这个bounty，拿到500美以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底池。好，基本上呢，我会尽量去分析这个 live 我打的手牌，有些比较精彩的跟这个有打到的过程。那当然，你想要看这部整个回放的部分呢、你们可以到 YouTube 的 APT 的官方的这个频道。可以找到这部的直播影片，大概你可以从这一部的5小时开始到7小时，在这段的时间区间，大概1小时多是我在这个桌上有在直播的。好，那这手牌呢，我在加1拿到了 Ace Queen， 当然是非常轻松的去 Open， 那帮助在右下角都能看得到是2000、4000，那我们开出一个8000。好，那这把牌盖到了这个小盲玩家跟主，小盲这个日本玩家他很标准是偏娱乐的，因为我在台下已经跟他们这边打了将近3、4个小时，然后才被搬到直播桌。它的范围真的还非常非常的宽，就是玩的牌也蛮多，所以他想帮抵抗一个 Q3 输体，算是一个太宽的抵抗在这个位置。毕竟我们是比较前卫的 Open。好 ，Flop 开一个这个非常舒服的面啊，就是 A High Ball， 身上都很大。那我这里 C 备一个小注码。希望他可以去扣一些牌，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支付我们一些价值。然后 turn 呢掉一个2 diamond， 那对方这边 flop 买一个正门顺带后门花。那 turn 这个地方呢，我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做了什么动作。我们当然做了一个 double barrel， 因为 turn 这边并不会影响到 flop 太多战局，而且这个 turn 是一个2 diamond， 会让对方很多手牌增长，就是一张带顺，一张带花。就是有带花带顺在 turn 上会变增长的一个手牌。好，那 River 这样可以，
因为我们 turn 其实 size 打的是比较大一点的注码，所以这个 king 呢，你说是危不危险的？是有一点点危险，因为小盲确实有非常非常多 king x 的手牌，比如说 K10、king queen 是比较多的情况是会扣前卫的 open。对，那当然这个日本玩家我们刚刚讲过，他整个范围是偏宽一点的，在台下打过，他也知道我知道他是偏宽的玩家，而且我印象中在台下的时候，他有输一个比较大的底池给我，然后那把是一个4B pot。对，那后来我是中一个 second pair， 我是做一个4B bluff 赢到他。对，那这边呢，他竟然 river 跳出来立一个比较小的，就是大概落在刚刚底池还没扣完这个右下角的10万之前的，大概是快要40%左右吧。对，那我想了，这边是在想说，他到底什么牌可以这样打？刚刚我讲过说台下这一些的特别情况，你明明知道我会扣很多牌，那我也会去很多牌在这个后面才去下注连续2发。你明明知道我很多情况有你怎么 river 还敢拿出来？对，那当然我们在桌上任何的每分每一秒，就是可以想清楚这个过程，再决定要跟注还是盖牌，就不要觉得我该跟注就跟注，该盖牌就盖牌。所以我这边想了，大概也想了一阵子，想说，他整个状况还是有很多投机，因为毕竟比较宽。对，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后，好，我们这边就是想了非常久以下的时间想清楚就跟注。对，那我们就收下这个很不错的底池，然后我们在这桌筹码往上的增长。好，接着来到这手牌，看到我在加2 A6 同色是一个很标准的 standard open。好，那我们遇到了一个是下一家 High Jet 拿了11对。好，那这玩家做了一个3B， 他3B 尺寸就是刚好我们双方的有效筹码非常深，都有100个大盲。那再来这玩家，我观察他是真的整体上他非常的偏诚实，他的操作概率是蛮低的，他是一个越南玩家。对，那这一次后来他又来台湾打那个另外一场的台湾的国际比赛。对，他是挂美国国旗，因为他有美国籍，不过就是美国籍的越南的玩家。那他人非常好，应该是越南的 ABC。好，那我在这边想一下是说，我知道你偏紧，但是相对对你紧，我翻牌后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跟你打翻牌后，所以我想一下，就是很标准的去做跟注，就 flop 来一个完全跟我没有关系的手牌，所以当然我们就 check， 就是准备放弃了。那对方也是在这个地方很标准的做一个 C bet， 所以我们就放弃。好，那过一阵子呢，大家会来到这个下面牌桌显示到的这个盲注的状况，2400一样。然后呢，我在这边呢，看到我在小盲，前面玩家 open， 他有47 BB 有效筹码，我们有101。那小盲这个牌呢，大家都很深的情况，可以跟注去看3张，因为只剩下大盲一个玩家，他不容易会有挤压的一个机会。好，那再来这个前面 open 这玩家，日本玩家戴帽子的，像艺术家的这种感觉的一个玩家，他很诚实偏紧，整个来讲他不会 over 他太多的手牌，所以我在翻牌后很有机会可以去投机，也可以去跟他做一个对抗。好 flop 呢，我们当然轻松 check， 对方竟然在这个中了顶对 K 也去做个 control flop check。好，我们 turn 中了9。那这玩家我讲过了，我对他印象来中他是比较紧实，比较被动。所以很多情况他 flop check 的情况，我会觉得他有很多被 K 盖帽的对子，例如说 JJ、QQ， 甚至比9以下小对子都有可能。但这个爆面呢，对方也不容易轻易放弃，所以我决定在 turn 这边呢，先跳出来做一个小下注的注码。那这个注码的用意是我希望他可以跟注刚刚这些所有的牌以外，还有一些 S high 也可以跟注，甚至一些买顺的牌 Q10、QJ 也会跟注。当然，很多概率情况下，他会下注的机会在3张是高一点的。但是这玩家比较不一样，他就是刚刚讲的比较诚实、被动紧弱一些，所以我觉得这边我 check 来讲会 miss 掉比较多的 value， 我自己跳出来打是会比较多的价值。好，下完注之后，对方很快就跟注，然后 river 来一张 J， 那 J 这张牌呢，输的牌不多，只有很衰的情况输什么？输 JJ。那跟少概率遇到 Q10， 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情况 flop 对方有买顺的牌不能修到的 Queen High、J High， 大概率都会持续下注，在 flop 的时候下注，然后 turn 可能再下注，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这个 J 影响的几率不太大。那我们相对这个 J 还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些 SJ 的手牌会勾到 J 对。
好，那我们在这桌情况感觉的玩的频率也蛮高，该玩的牌就会去玩。所以呢，这 river 到底要下注多少呢？要打很小还是很大？我们来看下去。好，最后呢，在这个 river 我下注一个2级化的注码，达到一个将近是一个满帕多一些些。那我选的这个注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讲过，这玩家是比较不会 over， 比较被动，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必须拿满他的价值。那如果我打很小的情况下，在 river 会让他这玩家可能会尝试要炸胡的人，比较凶的人，我可能会打小一点点。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情况也会 miss 一些牌，例如说我们可能买花，或是买的一些补牌的中间的顺子啊、6-7啊、6-8啊、苏提啊这些牌都有可能。那我们 river 打很小，基本上你可能连 S 牌都打不盖的话，那你要怎么炸胡？对，所以我们必须在这 river 也要保护一些我们 bluff 的 range。那 value 的时候我们要打大一点。那再来是这个玩家基本上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特性，所以 river 我决定就是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码。然后对方想了一阵子，当然他这牌实在太大了，也不能盖，那他就跟注。所以这底次我们收了一个很补的筹码，就是补了一个10万块的筹码到我们的身上来。好，接着这手牌一路盖到了 button。那 button 呢是一个短码23BB， 它开出一个 J9O 也是很标准，就是可以开出的牌。好，那这把牌盖到了我在大盲拿 K9 出题。这手牌有2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直接 all in， 也可以选择跟注。那因为这个双方有效筹码只有 23BB， 在翻牌前的情况之下，我们 cover 它这么多，在 button 也是可以开比较宽的范围，所以这个牌 all in 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 EV， 会非常非常正 EV。但是呢，我觉得 K9 梳理在这个码量下翻牌后打也是很好处理的，而且也可以赢到蛮多价值的，所以我决定选择跟注这个手牌。如果是什么 K10O、KJO、K9O 这种牌翻牌小 all in 会好一些些。对，那输铁牌我比较喜欢拿来跟注。好，跟注之后呢 ，flop 来一个这个10 high ball。好，那这个 ball 面呢，你要知道我们有 one over card， 还有后门花、后门顺。好，那对手在这边下注一个小注码，就是非常小注码，大概25% 上下。很多情况，目前大概部分玩家都是想说，哦，我是 racer， 所以我下注一个小注码，然后来看看就是对方会不会盖牌。好，那我刚刚讲说，我们这牌其实有很多一些后门的补牌，在对方不见得会中牌。如果对方下注一些什么 A2、A4、A5 这些手牌，小的 A， 或者是一些可能他可能是 King Jack、King Queen 这些手牌下注，那我觉得我这边 raise 也有机会盖掉对方一些很差的一些没有后门化的一些这种补牌，或是比较差的一些弱 A。好，那我这边做一个 check raise， 那我这个 check raise 呢，可以去配置的是在 turn 上看有没有掉我们的后门花、后门顺，这些牌都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 double barrel。好，那对手这牌是一个双头顺，所以非常轻松的可以去跟注，但也可以 all in， 他选择跟注。好，跟注的 turn 来了8，这张8我们刚刚讲过了，没有改变任何战局，所以我们的手牌就变得非常非常狭窄了。在这边呢，我们牌也如果是买的牌也买顺买一些后门牌也没增长，所以就变成是要么3张我们很大的牌，33、18、83输提这些手牌，但是很多大牌3张也不见得会 raise， 频率不会那么高，会有少概率会 raise。那当然我们如果是18兔胚或是83的这种兔胚，基本上 turn 也被跌掉，但是 turn 上18的葫芦，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慢打，不希望把对手很多牌打走。好，那 turn 上 check 呢，当然我们很多情况是放弃，也有可能会去做一个过牌，因为我们不会被超车嘛。如果我们中了葫芦，那也要保护一些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 semi bluff 手牌的一些范围，所以我们 turn 选择过牌。但还有一个原因，这边过牌不见得会输，因为如果对方也示弱的话 ，river 我们有机会炸胡，或者是 river 有机会 KK 修档，因为这个 ball 面呢，谁说 button 就一定有 A， button 一定有只有比我们好的 K， 不一定，它也是有些中间买牌嘛。对，他我买牌也是会有输我们 King High。好，那这个牌对方也过牌 ，river 来的是，那我讲过这张是其实8都是没有太多的变动，所以这张 river 的是更不会有变动。对，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跟3张的结构都没有关系。所以呢，这边呢，要么就是我们 river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all in 的炸胡，那或者就是倾向修档。那这边我觉得我直觉是有机会修档赢，所以我选择 check。对，我不是选择 check 放弃留在 river， 我觉得 check 是有机会赢的。好，所以我们就收下了这个小底池。
好，接着来到这手牌，好，这手牌有特别原因我才玩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ijack 玩家选择 Open， 那这玩家呢36个大盲一开始，那有个关键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印象中这时候离前圈只剩下10个玩家不到，好像剩下差7个吧上下，意思是什么？快要前圈了。那这个 Hijack 的这外国玩家，他的马量不玩都一定可以进前圈。然后我已经发现他在这个10个人左右的时候就打得特别的紧，然后他是这桌里面也是会盖牌的唯一一个玩家，会盖蛮多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关键点已经快前圈了，他不想要拼太大波动。所以我在小盲，我决定一个 random 的3B， 但是还是会带一些不错的阻挡牌，例如说 King High 或高张这些手牌。所以我想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决定这边做一个3B 挤压，因为刚刚这些原因跟大家讲了，这是一些现场的一些特别状况，你有去观察到，或是在这个阶段你是可以比较有敏感度的。对，那如果是线上玩家呢，大概可能差5到10个，很多人都还是很敢拼啊，尤其是线上一些 reg 更想要拼巨码不怕死的话，他不会去怕这个状况发生。但现场玩家呢，如果很明确你发现他就是有这样意图，那你成功的机会是还蛮大的。好，做完要就想，就这个表情之后就盖牌。对，后来我印象中他在隔天的 Day 3就跟我说 ：“Coco 那粉，你这个牌竟然拿 K8 3B 我啊！我们 Day 3要跟你 battle 了，因为已经进前圈了。”那后来 Day 3还有一些不同手牌跟有一些故事，我们到时候下一期啊一样会跟大家去分享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到我们后来就一路就是最后。好，这手牌是我们标准在加一 open， 然后被 button all in， 我们也整盖牌。但是要记住，当你该有的位置、该有的码量，就是必须该玩的牌就要玩，就是你要维持你的频率，维持你的进攻的一个激进度，那这样对手才会有，当你有牌的时候才会支付你比较多。好，这手牌一路盖到我在 button， 拿10J 同色，非常轻松的开注。好，这个桌子呢，突然来了一个这个大盲玩家，是后来打到一半才调来的，因为原本有个玩家出局了，所以会补一个玩家上来。那这玩家呢，筹码竟然这时候比我们还多，他台下来的玩家，所以筹码比我们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新来的玩家你要注意筹码量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你就要小心去处理这些手牌。好，我们开出之后呢 ，Flop 开了一个这个 A High Ball， 我们中了第2对带后门顺、后门花。那这是还不错的手牌啊，尤其是 button 都要大盲。好，那我这个 flop 呢，做一个非常小下注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一些 value bet， 然后顺便去保护一些我们手牌，如果对方是什么 KX、QX 这种很烂的、很开的这种牌，至少不会被他 free call。好，那 turn 掉这张 K 呢，就是有好有坏，但是也影响不大，因为对方如果是很好的 Broadway， 例如说是 King Queen 加这些手牌。翻牌前很多情况也会做3B，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然后这个 flop 啊，对方也有一些小的2张牌可以买一些小的嘎下税，例如说52输体、54输体这些左右的手牌。那当然对方也有一些 QJ 啦，但是基于来讲，它还是很多范围，因为它是大盲的范围。好，那 turn 我们当然就 control par 标准的 check。那如果这样也非常好，因为对方的 A 的机会就下降了，因为多一张 A 在牌面上，所以代表对手一开始有 A 的机会就会少一些。好，那对手这个注码我觉得也是很有水准的，因为他的注码就是要纯粹打盖就是我的空气，什么空气呢？例如说跟他一样，搞不好是5 high、4 high 这些 flop gacha 这些手牌，或者我们是什么 queen high， 可能是 Q9 这些左右的牌，或是一些比较更夸张的一些可能中间的 high 卡。比如说我们是 flop 的是做个纯空气投机，对，但是相对的很多纯空气的投机，我们在 turn 上也有很大的概率会去做 double barrel。那当然我们的很烂的一些弱牌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多，对，就是不能修档牌，或是我们中很大的牌，其实都会做一些连续下注在 turn 上，对，那对方这里的注码就是想要盖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真的比他左右一样嗨的牌。那我想非常久，就想清楚 range 之后。再跟注，因为这不可能说他打小就因为10就盖牌嘛，对，我们还是赢很多。好，那收下这个理词。好，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 Day 2的这个倒数第2级别直播作业时间到了，我们就换别人上去了，那我们就回台下打到一路到晋级到 Day 3。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
马量的表只有大概30多万。那我们非常顺利啊，在这个1小时多的时间，在直播做这样的一个速度之下，比较慢一点的节奏，还能让筹码将近翻倍以上。然后我们筹码来到了超级深的122BB，让我们打下这很关键的一个基础，进了 Day 3，一路到最后的这个很多的筹码机会可以去玩。好，那这就是我们 Day 2的这个直播做的状况，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更多精彩的手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会分好几集去跟大家分享这些 APT 的过程，达到最后的决赛桌。最后能拿到这个大金丝呢？我们看下去。好，今天 Day 2的最后一次休息完，就会再打2个级别结束今天。那这个级别呢，可以说是直播座换下来之后，在50-60万，然后玩到一路有快要70，然后又掉到了大概50多，有一首 Queen Sways King， 接着 Bubble Time 打了将近快2个小时，你没有听错，快2个小时。所有短码 all in 6到7个人都没有出局，直到最后有一个人2000块的筹码，大概0.2BB all in， 被5个人扣，所以最后是6人抵死，他被夹杀，超级惨的，搞得像 settle 来一样 ，settle 来才看得到打卫星赛打门票才看得到一堆人夹杀嘛，因为你筹码多晋级没有用，拿到票是一样的价值，但是你在主赛前圈看到这个情况真的蛮难得的。然后后来我们在这个2个级别，17、18。刚刚干了一个超大帕，对，没看到这手牌。那我们就来到筹码，现在目前有90多万，非常健康，有大概2倍半的局码，剩下70多人。希望我们今天 Day 2可以打到更多码，然后 Day 3 run 得更好。APT Main Event 晋级 Day 3，你看一下前圈表吧，现在48个人。至少大概应该有10万台币左右起跳，第一名400多万。那我们今天打了非常久啊，大概12个小时多了。对，然后去参加这些派对一下，休息一下，后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中午12点继续回来奋战。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之后再继续看下去喽，拜拜。